上合峰会这场反美大戏即将开锣，习近平却发现自己的后院难以平静，赶紧召集中共政治局开会，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另一个是如何促进民族团结。中共内部已经出现裂痕，习近平年老力衰，很多人都觊觎中共党魁的位子，这是中共集权政府最脆弱和最危险的时刻。而且中国民族众多，西藏和新疆的原住民有自己的信仰和文化，对共产党非常的排斥，成为中共头疼的民族问题。习近平又有什么高招，在中共党内统一思想呢？这就是大清洗运动。这次会议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大清洗运动就不能停。只要共产党的统治还在，西藏就要强制学习中共的官话，新疆的再教育集中营就要办下去。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8月29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共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目的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在凝心铸魂的首要位置。其次，研究了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用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中共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两场大戏，一个是8月31号开幕、9月1号闭幕的上合峰会，另一个是在北京举行的9·3大阅兵。上合峰会是一次反美大合唱，9·3大阅兵是向外界展示军力的肌肉秀。为了演好这出反美大合唱，习近平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曾写了一封密信给印度总统穆尔穆，试探改善中印关系的可能性。彭博社8月28号的报道披露，今年3月，川普对中国的关税压力加剧，习近平已经给印度总统穆尔穆写信，暗地里已经开始展开接触了。据知情的人士说，习近平的信传递了一种担忧，任何与美国的协议都可能会损害中共利益，并在信中指定了一位省级官员负责主导北京方面的相关工作。而且这封信已经传达给了印度总理莫迪，直到6月份，莫迪政府才开始认真努力改善与中共的关系。当时，印度与美国的贸易谈判陷入激烈的争论。到了今年8月，印度和中共之间的和解似乎正在加速。本周末，莫迪将进行7年来的首次访华。一个巴掌拍不响，习近平想借着印美之间产生贸易冲突的机会拉拢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也有与中共靠拢的念头。早在去年1月，莫迪就一直在悄悄探索缓解与中共紧张关系的途径。据了解莫迪政府想法的人士称，当时正值大选之际，莫迪政府官员认为，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将有利于印度经济的稳定。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印边界线长达3488公里，地处偏远，而且没有任何标记，在这样的地区驻扎军队，这笔开销可能很不值得。今年3月，习近平给印度总统写信之后不久，中共发表了习近平的声明，赞扬两国关系，将这种关系形容为龙象共舞。不久之后，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等高级官员也用同样的说法来形容两国关系的升温。今年7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这是5年来双方首次会晤。新德里的官员当时表示，中共在会晤期间向印度保证了化肥和稀土的供应。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中印两国采取一系列逐步改善关系的举措，两国间的直航最早将于下个月恢复。北京方面放松对印度尿素出口的限制，莫迪政府也允许中国公民在多年的限制之后获得旅游签证。上周，莫迪在新德里与王毅会晤后，对两国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莫迪和习近平将于9月1号在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众所周知，上合峰会意在与西方的 G7 峰会分庭抗议，是两种世界秩序的较量，是全球南方国家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对抗。不过，
上合峰会并不能给参与国从中共这里寻找到丝毫的温暖，即便他们感觉自己在美国那里受到了伤害。中共在合作伙伴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往往是逃得最快的。在你不需要中共的时候，中共却总是出现在你的身边。中共是一个落井下石的阴险存在。9月1号是上合峰会开幕的日子，习近平在该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中将阐述他对全球治理的愿景。到时候，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领导人将与习近平同桌，这将是多年来的首次。普京和莫迪可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习近平将与普京和莫迪直接对话。习近平可能非常关心普京对双普会的感受。普京与莫迪的会谈可能会讨论俄罗斯石油销售问题。美国驻中共和日本前外交官杰里米·陈认为，印度如果最终支持联合声明，就是一种选边站，是暗中对抗华盛顿的表态。如果发表任何直接批评美国的言论，将是新德里转向北京和莫斯科的重要信号。杰里米·陈目前担任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团队的高级分析师。上合峰会与93大阅兵，也许是习近平政治生涯中最耀眼的一页。接下来，他将面对更艰难的时刻。这在他今天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2大主题中有所展现。中共党内目前处在现任党魁已经年老力衰，接班人却迟迟定不下来的危险时期。习近平自认为让中共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共在习近平的带领下，奉行更强硬的战狼外交政策，不断提升台海紧张局势，进行更频繁的军事演习，不断强化中共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当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之后，习近平力推中俄无上限的关系，在经济和军民两用装备上支持俄罗斯。习近平的积极统治似乎达到了毛泽东的程度。然而，习近平已经72岁了。习近平正在从一个权力上升、拱柱为主导的阶段，过渡到一个由接班问题主导的阶段。对任何集权政府来说，政治接班都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尽管共产党自认为无所不能，凌驾于法律，并试图摆脱历史的朝代更迭，但这一次很可能不一样了。千算万算，算不过历史的规律。关于习近平权力不稳的传说和谣言，也许没有事实依据，但是中共高层的政治内斗却是每天都在上演着，如假包换。然而，习近平就是不指定接班人，这可能正是中共无法摆脱的魔咒。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的结局让人唏嘘，华国锋也难逃中途落马的命运。习近平属蛇，蛇是要蜕皮的，在蜕皮的时刻，蛇是最脆弱的。中国老话说，73和84这2个年龄是老人要过的一道坎儿。72岁的习近平马上就要迈这道坎儿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习近平的5位前任党魁，只有1位是完全且自愿让位的，那就是裸退的胡锦涛。习近平很可能是看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设定接班人模式都出了问题，不论习近平指定了哪一位，他都需要在中共残酷的权谋中求得生机。习近平一旦褪下主角的光环，一场新的政治博弈就将开始。那些留在政治权力殿堂内的人会支持新的领导人吗？他们会抵制新领导人提倡的议程，破坏他的权威，或密谋拿下他吗？华国锋的故事很有启发意义。毛泽东1976年选中华国锋时，其健康正每况愈下。毛泽东曾给华国锋写过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办事我放心。”但就算是毛泽东的话，也不足以确保华国锋的掌权。最终，他需要军方的支持。华国锋不熟悉中共政治权斗，缺乏与军队高层打交道的经验。当要推翻他的人已经来到了门口，叶剑英和中共军头们不得不做出决定，支持还是抛弃他。正如社会学家埃兹拉·沃格尔评判的那样，中共军方的首脑是共产党事实上的造王者。中共军方的角色
在中共权斗中的角色是决定性的。因此，习近平要搞大清洗，清理那些不忠的人。如今，中共军委已经从7个人减少到4个人，这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空缺比例最高的时期。据彭博社统计，在习近平第3个任期内，晋升的79名将领中，有14人失踪或正在接受调查，比例高达17.7%。相比之下，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期间，没有一位晋升的将领曾被调查。彭博社表示，预计在93大阅兵结束数周后，习近平将在中共4中全会上增补中央军委人员，届时超过300名干部将齐聚北京，商讨下一个5年经济计划，并作出关键人事决定。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的中国政治研究员牛奔认为，习近平似乎有意让盟友和对手持续猜测接班人的问题，可能直到最后一刻才会揭晓。如果习近平在4中全会上提拔一名文官进入中央军委，这或许会是一个潜在的接班人信号，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外界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习近平将从现役的29名将领中挑选合适人选来填补军委空缺。习近平不指定接班人，给政治传闻和谣言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这也是中共黑箱政治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共一再强调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因为中共早已经4分5裂，各打各的算盘。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